他们不都想让我死吗？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他们这么对你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可以帮你。各位，今天是梦氏和趋势合作项目正式开启。为了表示祝贺，今天呢，我举办了这次聚会，大家尽情的玩，全场由我买单。少喝点儿，对孩子不好。好的，都听你的。5年了，他们过得越来越好，真让人这地方已经安排好了，但你确定他们真的会去？老板，5年了，第一次看见你这种表情，怎么，你担心我？当然，这个计划很危险。危险才有意思吧？不危险，又怎么叫复仇呢？行吧，有点太疯。他们死了没事儿，你得活着。我知道了，现在复仇开始。那是什么？我去，这是孟夫人和孟总车主亲嘴的照片。天哪，这你个臭女人，你可给我戴绿帽子！你听我解释。大家快看，这里还有孟总和秘书的床照。还有张教授的呢，还有池小姐和健身教练的床照。这太劲爆了！我给你们准备的惊喜，喜欢吗？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散布这个照片？你不配知道。如果不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照片，就取孙之头，否则这些照片就会变成视频，现场直播。不行，要是这些照片传出去，孟氏跟曲氏都完了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做这些丑事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闭嘴！现在不是推脱责任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。看来你们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给你们一点动力吧。这是什么？我去，这是孟总和女秘书那傻的视频，这内容也太劲爆了吧！不许看！没想到孟总玩的这么火。不许看！哎，我的手机！谁要再看，我就把他眼珠挖出来！三指导是吧？我去！你们总算来了，真让我久等了。是错觉吗？这个女人好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说吧，那我们到这儿来为了什么？钱还是名利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把照片跟视频删了。这些我都不要。那你要什么？很简单，我要你们跟我玩这个游戏，谁赢了这个游戏，谁就可以离开这里。什么游戏？每个人给我讲一个故事，谁的故事能打动我，谁就能离开这里，否则都得死。你想让我们自相残杀，门都没有，我们不会听你的。是吗？你们就不怕我把你们的视频发出来？哼，连命都快没了，谁还在意这些？你尽管发，我们绝对不会听你。闭嘴！你不在意，我在意。你该不会是要答应他吧？孟周易，你疯了吗？你们这条贱命能跟孟氏比？孟氏就是我的命，
没了孟氏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只要能留住孟氏，我把你们都杀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有觉悟。来，把这份文件都给我签了。只要签了这份文件，你们的死活都与我无关。可恶！他要是签了，代表我们都同意参加这个奇葩游戏，怎么办？我不想死。站住！公开！你干什么你？滚开！他们不签，我签。你真以为我会听你的吗？我刚才都是在演戏，我让你危险！去死！你杀人了，这是犯法！你疯了吗？不杀他，那咱们就得自相残杀。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，走出去。怎么？你想死？不，这就是杀了他，什么事儿都不是。他说的对，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才把我们骗到这些鬼地方来。她死了，她死了，对我们所有人都好啊！没事。那尸体怎么办？这个破岛根本就没什么名气，不会有人来的。咱们随便找个地方把她埋了，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。那就把他埋在后山，打好手。让你们走吗？我刚刚就说了，想要离开，就是叫我玩一场游戏。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是那个女人的声音。难道诈尸了？你们看哪儿呢？我在楼上。他不是死了吗？尸体在这儿，那楼上的是……难道是鬼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打不开，打不开！门也被锁住了，门窗都被封死了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踏不出这里半步。你到底是人还是鬼？这世上本没有鬼，除了你心里的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所以现在可以开始游戏了吗？开始吧。谁先来？平常你最喜欢争第一，那就从你第一个开始吧。他怎么知道我喜欢争第一？你想听什么故事？你偷偷的生下过一个孩子，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梦。难道他就是梦离书？不对，不可能。梦离书那个怂包怎么可能变得这么漂亮，还这么厉害？梦离书早在5年前已经死了。别愣着了，你还有10分钟时间。现在计时开始。不行，不能说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如果他把你说的话录下来的话，趋势就完了。我允许你说话了吗？坐下。现在你还有9分钟。我说，是我前男友的。
求你，不要把现在的事告诉任何人，不然我这辈子都毁了。你放心，今天的事情，答复我都不会说的。黎叔，能不能帮我保下？我去找工具收拾一下这里。梦离叔，你可别怪我，你小心一点。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太蠢了。我刚刚看到梦离叔就在这里面，他人呢？刚刚明明在这。我就这样把锅甩给了梦离叔。白衣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那是你自找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那我就去告诉他们真相。那你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。你看看，好好看看，这是谁啊？是犯法的，我要去报警。那你去报啊！你试试，看看是他先把我抓起来，还是你养父？怎么不敢去说呀？那就乖乖的把你的嘴巴给我闭上。我知道我这样很不厚道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整个趋势都要靠我。所以梦离叔就没有等他的家人。孟氏家人根本没有把他当，他这种人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，能为我而牺牲，那是他的荣幸。这么自私的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惊喜。那你喜欢我的故事吗？当然不喜欢，当然是去死了！吓你的，故事都没听完，我怎么忍心杀你呢？不过你绝望的样子真有趣，让我想一想，接下来让谁来讲？我很好奇，5年前你只是一名普通教师，如今摇身一变变成了著名教授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的故事你不配听，想死的话就把门打开，放我们出去。有本事你就开枪啊！就算你杀了我，今天你也走不出去。别以为我不敢杀你。哦，忘记告诉你们了，这个呀，只是一把玩具枪。你敢耍我吗？敢耍我，我弄死你！来，枪是假，可你们出不去，是真的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是。我说过了，请开始你的故事。故事要从5年前开始讲起。5年前的某一天，这位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张老师，黎叔，怎么是你啊？是哪个杀千刀的欺负你了？告诉张老师，张老师替你撑腰。张老师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我真的很想上学，我真的很想。当时他哭得特别的伤心呀，可是我对他没有丝毫的同情，完全是兴奋，因为我特别想带上，尤其是这种没人管、
对他们下手特别的容易。这个事情也无能为力，你这个事儿对的损失还是太惨重了。你放心，一定给你个机会，让你重。谢谢。在这之前，你先换身衣服吧。走。来，进来吧。不用那么拘谨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别怕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他伤害你的。你听我解释，是他，是他勾引我的。我眼睛没瞎。走。这样吧，你睡一觉，睡醒了我带你回家。爸爸妈妈不要我了，我没有家了。大不了我养你啊。不过呢，在这之前啊，你先睡一觉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德天，进来吧。你居然算计我！谁让你那么单纯？不算计你，算计谁？我可是你的，谁会跟你这个废物成为？我之前之所以对你那么好，是因为想从你爸爸那儿捞点好处。谁知道你爸爸根本没有把你，我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捞到。不过呢，我也不会做什么亏本的买卖。之前对你的好呀，我会一一的要回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怀孕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和德天同房了，把他办了。这样吧，接下来呢，就由你好好的打。接下来呢，就由你好好的打。我来给你们。以后他要是不听话，就把这些照片发出去，让大家看看他们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我们都有麻烦，赶快吧。哦。这件事情过去不久后，我前女友就拿着那些照片去要挟她的父母。之后，我被……这就是我说的整个故事。我的故事你还满意吗？很好，成功的恶心到我了。我承认，这些事情做的确实有点恶心。可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，我依然会这么做，因为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明早继续。为什么不讲完啊？还要等到明天？对啊，这样也不公平。孟先生跟杨女士也不会同意的。我看未必。白夜，白夜，白夜，怎么了？白夜，白夜，白夜，你走了，白夜，白夜，白夜，不是说好了白头到老的吗？你怎么一个人丢下我走了，白夜？哎，干嘛呢？我去找那个女算账。你疯了？就是，我们还是保持安静比较好。各位，昨晚
睡得还好吗？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今天该轮到你们讲故事了，那就你先来吧。我不讲，我为什么要讲？没错，你根本就没打算放我们出去。闭嘴！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我没有杀许白衣。这只有你一个人有杀人动机，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啊？你爱信不信，但是如果你们拒绝讲故事，他们给我解决了。你干什么？好，我说。你不是有一个女儿吗？讲一讲你和她的故事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是梦离书。我就跟你们说嘛，她是梦离书，难怪我看到她有熟悉的感觉。不可能啊！孟离书几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是我亲手把他丢进河沟里的。不，他那天根本就没有死，还来找过我跟周易，我绝对不会记错。后来他不是自杀了？原来那个可怜的女人叫梦离书。你根本就不是孟离书，你是在诈我们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。请开始你的故事吧。其实梦离书并不是我跟周易亲生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是周易远房堂兄的一个孩子，在他1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出了车祸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我跟周易借着照顾孩子的名义住进了他们家，我们还是怕梦离书长大以后会跟我们争家产。走吧，我们把他丢了。我们以为除掉梦离书就可以稳坐梦氏，可是没想到多年以后，气死我了！孟东城这个短命鬼，居然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孟离书，都怪孟氏那帮老不死的，现在才告诉我们孟东城留下了遗嘱，这么多年白干了。孟氏必须是我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把他抢走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把孟离书找回来，再让亲手把孟氏让给我们。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孟离书的下落。叔叔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跟妈妈回家好不好？万幸的是，她那个时候年纪还小，早就忘了那件事。你真的是我的妈妈吗？当然了，跟妈妈回家好吗？妈妈，我不能回去，我爸爸得了重病，需要我照顾。叔叔啊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把你的养父送到了最好的医院治疗，你现在就专心上学就行了。谢谢妈妈。于是我们把他带回了家，疯狂的对他好，以便博取他的信任。这件也好看，把你们店里的最新款给我女儿一样来一件。好的。妈妈，这些衣服都太贵了，我不能要。叔叔啊，你本来吃的用的都应该是最好的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以后一定好好补偿。刷卡。叔叔啊，生日快乐！以后你的每个生日，爸爸妈妈都陪你一起过，好不好？谢谢爸爸，谢谢妈妈。来，切蛋糕吧。在我和周易的讨好下，孟离书很快就沦陷了，这也意味着轮到我们索取了。叔叔啊，看你现在都快18，是时候接管孟氏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接管公司的能力了。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爸爸妈妈会手把手教你的。来，把字签了，以后你就是孟氏未来的总裁。真乖。行了，你先回房间吧，我跟你妈还点事儿。去吧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你满意吗？是我喜欢的。那说明我能回去的概率很大了。你和杨女士是夫妻，想必也有和孟离书同样的相关经历，说说吧。其实把孟离书
送给周总，那只是我的一个借口。你什么意思？跟你你居然背叛我！你这个畜生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呀？你现在照照镜子，好好看看你自己，又瘦又干，满脸皱纹，毫无趣味。你太让人恶心了！别吵了，继续说。只不过他当时提前醒了，把我的人打晕倒了。我的故事也讲完了，那请你说说我们谁的故事最好，我们好走啊？谁讲的好？就是他了。太好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孟周易，你不是背叛我吗？我就要让你尝一尝背叛我的滋味。我现在就回去把孟氏转到我的名下。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我立马就把这个视频发出来。滚回去！那我们两个人之间谁故事讲得好？让我想想，其实吧，你们的故事我都挺喜欢的。要不你们自己决定？你还在耍我？耍你又怎么样？大不了大家都别走。不，我们答应你。你干什么？他明显是在叫我们互相残杀，你不想办法弄死他，你还把我拉下去，你想死啊？我有想法，我想法。敢算计我？杀的就是你，谁让你这么蠢？我已经照你要求把他们都杀了，答应给我的季氏的股份可以转给我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这儿有证据啊！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号码。什么意思啊？说我那个短信是我发给你的，老子早有准备。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？当然，不过在你临走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说，曲白衣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你引诱张德天杀了曲白衣？那又怎么样？就是这小子太贪财了，我给他的诱饵啊，他就上钩了。真狠！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叫人把我送出去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你以前可是说过你最爱我的，你难道都不记得了吗，爸爸？叔叔啊，你的头发真香，爸爸呀，真的很爱你，最爱你。我也很爱你，爸爸。你是孟雷叔？你难道都不记得了吗，爸爸？你是孟雷叔？原来你还记得我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不是说好了，活到最后一个人可以出去的，你可别反悔啊！这条项链是我爸爸的项链吧？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应该在你身上。赶紧给我滚！我不想看见。你就这么放他走了？当然不是，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。就这么肯定？我刚把车停好，我现在就把午饭送过来。好，我等你。黎叔，你怎么了？黎叔，你怎么了？黎叔，当然不是，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。查一下黎叔的定位。孟黎叔，
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你这个小混蛋，居然敢举报我挪用公款！早知道我今天把你掐死！说到底，我还要感谢你，是你给了我报仇的机会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你现在再不走，可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到临头你还跟我威胁我，你不会觉得纪凌川会来救你吧？问你说实话吧，我抓了你就是为了把他引来，你对他不是很重要吗？那我就用你这条狗命给他做点交易。你想干什么？那我就用你这条狗命给他做点交易。你想干什么？急什么呀？他套了你不就知道了？很快的。我放了！你要说不呢？你要再敢靠近一步，我就割了他动脉！想你把他放了，我什么都答应。纪凌川，不要！放他也可以，你先把记事转让给我，然后再替老子去坐牢，我就放了他。不可以！我答应，我答应。那你赶紧把合同拿过来。纪凌川，这么傻呀？现在可以把他放了吧？急什么呀？还没完呢！等你进了监狱，我才能放你。孟周易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李叔，等我回来。哎呦！哎呀！陪你演一场戏，可真够难的呀！你们敢耍我？那孟氏换个我，我杀了你们！孟氏什么时候是你的了？孟氏一直以来都是我爸爸的，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寄生虫！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押进警察局，这种人就应该交给警察处理。是。你去死吧！你给我好好仔细看看，这是哪儿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经过检查，患者是因为挪用公款被曝受到了刺激，才导致分不清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，建议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。走！你等着瞧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季总，除了孟周易、姚雨琼、许白衣、张德天三人也已经被依法逮捕了。我还以为你会采用极端的方式去复仇，没想到只是引诱他们把自己的罪行抖了出来。我只是不希望某人因为我而受伤而已。每天日夜云数句，回忆相逢在心中盘旋，轻轻地流过。李叔，李叔，我回来了。画面，曾经的我是高李叔，李叔，我回来了。李叔，这人民去哪儿了？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李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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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帮我查一下孟丽树的定位。我看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准备去哪儿啊？我想出去散散心。散心？散心，你需要把家里把衣柜都搬空。散心，要把我的电话都拉黑吗？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要离开我？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走呢？
就是因为你对我太好了，所以我才想要离开。我在你身边也帮不上你什么，我对你也没什么用。梦离说，我不准你离开我。我们又没有关系，我以什么样的身份留在你身边？而是用温和气的方式。可是我。 내 맘은 닫혀 있어서 그대로 멈춰 있지만